大家都以为欧洲人社会福利好，生活很幸福，很懂得平衡。这一趟柏林旅居，我看见了很多焦虑与精神失衡的人。为什么福利这么好的德国，人们却比台湾更需要解放大脑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印。这次的欧洲旅居观察中，我发现一个令我非常惊讶的事情，那就是欧洲当地人的精神健康状况。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，欧洲人注重人权，重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，社会福利又好，照理说人们应该很幸福，身心维持得非常平衡。但实际接触当地人之后，我发现他们心理健康状况失衡的比例非常高。到处都是患有 ADHD， 也就是注意力不足以及过动症，或是身处身心焦虑的人。这些人大部分的行为症状，大概来说就是对于没有兴趣的事情无法持续专注，但是对于喜欢的事情又会过度的专注，而且对于时间的掌控比较没有概念，工作时的记忆也会比较差。那平时的情绪起伏很大，还有调节情绪的功能也会比较困难，以及时常会感觉行动力不足。但在德国社会崇尚秩序与准时的隐形规范之下，这对 ADHD 的人是极大的挑战，这会让他们承受非常巨大的压力。所以欧洲人喜欢喝酒，透过酒精的刺激，他们才能把长期紧绷压抑的情绪释放，让自己感觉到自在与放松。甚至在柏林，大麻与精神娱乐药物管制得非常宽松，因为他们知道需要有这些途径来释放这些压力。根据2024到2025年最新的权威报告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WHO， 还有 OECD 以及 ASA 这些权威的报告指出，欧洲目前的精神健康状况并不乐观，整体呈现恶化或停滞的趋势。那我找了一些资料来分享给大家。这份报告是来自全球的保险巨头 ASA。不同于政府的官方机构，保险公司对数据是最敏感的，因为他们直接负担了心理健康疾病带来巨额的理赔成本。如果连保险公司都发出警告，说明这场危机已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冲击。这是全球心理健康地图，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地图，颜色越深的代表心理越健康平衡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像德国、英国这些欧洲大国，能够达到心理繁荣状态的人，竟然只有20几%，远远低于亚洲的像中国啊，或者是泰国。那这说明什么？欧洲正面临一场隐形的身心危机。这份报告中显示，有高达64%的人表示近期感受到了压力。甚至有接近一半的人出现了忧郁的情绪，这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，而是整个社会的普遍现象。最讽刺的是，这组数据有53%的员工在职场环境中感到压力爆表，但却只有47%的公司制定了相关的心理健康政策。这中间的落差就是为什么现在职业倦怠这么严重的原因，因为整个社会系统接不住这些受伤的人。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，有将近快一半的公司对于员工制定了相关的身心健康政策。我觉得在未来的时代，企业本身必须提供更完整的身心调理政策，这不仅仅只是福利，而是未来招募人才的关键，更是企业的社会责任。那为什么欧洲人的精神健康状况这么的严重？我的观察研究认为，与他们崇尚个人主义以及从小养成有关。我们先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思考，西方社会从小就注重个人的发展，这是一个从小建立自信以及发掘自我的一个很好的方式。但事物总是需要平衡，个人主义如果过度倾斜，则会造成自我主义的泛滥，甚至觉得因为我有这样的心理情绪状态，所以认为我想怎样是我的自由，以及以自我为中心，我只是在做自己，无限上纲，这样将会非常的危险与脆弱。
我有个法国朋友，他本身就患有 ADHD， 他就是典型的案例，情绪控管能力很差，平时翻脸跟翻书一样，在工作上的专注度也非常的低，很容易对于一般性的工作事务感到无聊跟烦躁，所以想当然他的工作效率极差，而且他就是觉得因为我有 ADHD， 所以我所做的事情都是合理的。他并没有想要去正视自己的问题，而他的部门同事正好是引荐他入职的朋友。那他这位朋友刚好又是我的国中同学，所以我这次去柏林才知道他们闹翻了。因为这位法国的朋友在工作中不断的抱怨，觉得工作很无聊，然后工作又不好好做，最后我的这个国中同学就很生气的干掉他。然后那段时间，这位法国的朋友就有稍微的收敛一点点。当然我分享这个只是个案，因为在柏林这段期间，我另外的一位英国朋友，他的状况就好很多，至少他懂得去找方法来平衡与调节自己的内在情绪，然后他对于自己喜爱的事物也会过度的投入，像他非常喜欢攀岩，而且是疯狂的攀岩，甚至喜欢挑战极限与刺激，因为这样才能刺激他的感官，感觉到活着。而对于时间方面的掌握也不是很在行，而且他的弟弟也有一样的状况，因为我曾经在第一次去柏林的时候，也有帮忙调理过他弟弟的身体状况。那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个其实蛮好笑的，因为这一个英国朋友也是我同一个国中同学的朋友。有一次他们去 hiking， 因为欧洲的夏天太阳都很晚才下山，然后这位英国朋友他就想说，时间还够，他就坚持走另外一条比较远的路，结果时间没有算好，错过了最后一班车，最后他们只好用走的回去，结果走了7、8个小时。哇，天哪，好硬啊！大家有觉得我这位国中同学身边的朋友都蛮有趣的吗？ OK， 这个是题外话。好，我们回到正题。因为过度的运动与寻求感官的刺激，长期累积下来，身体极度的僵硬，情绪也非常的紧绷，所以希望我可以透过经络推拿的调理来帮他调身体。那大概经过1个月的调理，他表示不止身体变得柔软，动作也轻松，活动的角度也更灵活，重点是情绪也特别的稳定，更能专注在生活当中，感觉非常的好。那我们从中医经络的角度来看， ADHD 是典型的气血运行失常的案例，内在阴阳能量失调造成，中医称为阴虚阳亢。那阴属于柔软、放松、弹性，阳属于阳刚、行动、僵硬，所以阴阳失调的表现就是烦躁、冲动、易怒，还有停不下来。那还有一种是心脾两虚，这个症状常见于注意力不足型，思虑过度伤脾，而大脑和肠胃是用同一套的能量系统。当你的大脑运作过多，血液和能量都冲到头部，肠胃就会像缺电的工厂停止运作，因为工厂停工了，所以无法将食物转化为身体需要的营养，导致身体长期处于低库存状态。当身体缺乏高品质的血液来滋润我们的神经系统，神经就会变得很敏感，也很脆弱，就像是失去锚的船。表现的症状就会像是发呆、健忘、精神涣散。再来还有痰热内油，就是我们体内的代谢废物或湿气太粘稠，加上压力造成的发炎反应，变成了粘稠的热物，笼罩在大脑和胸口，呈现思路混乱、情绪冲动、失眠多梦。所以在透过经络推拿的调理之后，它不只是身体柔软了，也更轻盈，情绪也稳定，精神饱满，注意力集中专注。这就是透过深层的经络释放，让气血循环恢复正常，脏腑的功能恢复运作，神经系统的调控与传输也恢复正常，自然身心都获得平衡。这次的欧洲考察确实也让我觉得收获满满，也让我累积不少临床实战经验，针对现代人常见的神经系统失调产生的身体与情绪症状，有了更明确的印证与改善的方式，对未来建立相关的科学研究与数据帮助相当的巨大。最后，子英想问问大家，
你们是否也曾经感觉到情绪起伏大、注意力不集中、经常忘东忘西呢？欢迎分享，一起讨论。未来我会持续分享我在欧洲柏林的观察笔记，喜欢的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哦。我是子印，我们下次见。